大家好，这是我姐姐家的一个海尔的双缸洗衣机。她说呢，前几天在甩衣服的时候，甩筒这边向下漏水，又甩了几次衣服之后甩筒这边呢就彻底的不转了。今天呢，我打开了洗衣机，先来测量一下这个甩干电机是不是已经损坏。甩干电机呢是3根线，这个蓝色的呢是公共线，另外2根线呢，一个是运行绕组，一个是启动绕组。我们接下来测量一下，这个灰色的线是启动绕组，它的组值是136。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运行绕组，显示一个负值，然后呢这个负值不断的下降，这说明这个运行绕组已经断路了。现在呢是处于电容的一个充放电的状态，说明这个电机肯定是损坏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拆卸这个电机。拆卸电机的过程首先得把这个甩筒拿下来。要拿下这个甩筒就把洗衣机上面这些个周边的螺丝都得拆卸掉，才能把上面这个整体给它挪到一边，然后呢才能拆卸这个甩筒。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螺丝给它拆掉，周边呢一共有6、7颗螺丝，这个呢我们用一把十字螺丝刀就可以把它拆下来了。还好这所有的螺丝都没有生锈，拧着呢也比较轻松。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有一颗螺丝是在这个上面，这个螺丝呢是必须要拿下来的，否则的话也是卸不开。我们把所有的螺丝都卸掉之后，最后呢还要把后面的这2个拉线都卸下来，一个是甩干筒这边的刹车线，另外一个就是放水这边的和水堵连接的这一颗拉线。因为只有把它们拆开之后，上边的这个端盖才可以拿下来。把这2颗拉线松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端盖给它拿到一边，这个时候呢甩筒就可以裸露出来了，这样拆卸这个甩筒就会非常的方便。甩筒呢是通过一个连轴器和下面的电机相连的，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把固定甩筒和连轴器的这个螺丝给它拆下来。由于没有套筒扳子，我用钳子看看能不能把它拆掉。这一试呢还可以，用钳子轻轻的一旋这个螺丝就动了。然后呢我用手就可以拧动这个螺丝了。这个地方呢有许多的洗衣机是用顶针的方式和甩筒连接在一起的，而这一台洗衣机是用一个螺栓然后穿过甩筒的轴，这种固定的方式还是比较牢固的。把这个螺丝卸掉之后就可以把甩筒轻松的拿下来了。拿掉甩筒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这台洗衣机为什么漏水了。甩筒的底部是一个皮碗，在这个皮碗的边缘我们发现它已经有一个洞了，说明漏水呢就是因为这个皮碗损坏掉之后在甩衣服的时候就会有水从这儿漏下去，然后呢漏到电机里，时间长了就会损坏电机。所以我们在更换电机的同时，把这个皮碗要一块换掉。皮碗的结构也很简单，它是通过一个支架固定到甩筒这儿的。我们看这个皮碗已经是伤痕累累了，如果只换电机不换皮碗，那么新电机也会很快损坏的。接下来呢就是拆卸我们的电机了。电机的安装很简单，它是通过3个减震弹簧然后和底盘连接在一起的。我们只需要用手轻轻的把这3个塑料爪往里收一下，用手一使劲，这个电机就可以轻松的拆卸下来了。这就是拆解下来以后的电机。我们看这个电机是一个铝线的电机，虽然是一个铝线电机，但是这个电机在没有损坏之前工作的时候还是很有劲的，力量很大，并且运转起来也很平稳。电机拆下来之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连轴器给它拆卸下来，用一个小扳子先把这个背母给它松开，然后呢用十字改锥把这个螺栓松开，然后轻轻一撬，这个连轴器呢就取下来了。在电机的上面有一个刹车盘，固定它呢是3个螺丝，我们把它卸下来。这个呢就是这个电机的真实面目，把它上面所有的附件拆掉之后的电机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在卖家电配件的地方买了一个新电机，
然后呢把它的刹车盘给它固定好。这个电机的质量还是很好的，买的是一个铜线的正品的电机。接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新电机的阻值。按照电机的说明书，这个电机的黑线是它的公共线，黑线和红线的阻值是58欧姆，这是它的运行绕阻的阻值。接下来我们测量一下这个黑线和蓝线的阻值是78欧姆，这个呢是它的启动绕阻。最后呢测量一下蓝线和红线的阻值是136欧姆，这个呢是运行绕阻和启动绕阻的阻值的和，58加78等于136，它是符合这种代数关系的，所以说这个电机是一个好的电机。在安装电机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皮碗上，皮碗和支架都是购买的新的，还买了一袋801的胶，这个胶是专门密封皮碗的。在固定这个皮碗之前，先把这个甩筒的底部给它擦拭干净，然后呢抹上点胶。我呢把这个皮碗固定到支架上，我看到这个旧支架还可以用，看看能不能固定的很牢固。如果要是不行的话，我就把这个新支架换上。我把皮碗和支架安装好以后，发现皮碗贴合的很好。这时呢，我把电机的3个减震弹簧也上好了，上面的连轴器也给固定好。最后呢，就可以把它安装到洗衣机的底座上了。经过了一番操作，我已经把它固定好了。然后呢，把它的线接好。接线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新电机的黑线是公共线，旧电机的蓝线是公共线，我们把它接在一起。新电机的蓝线是启动绕阻，我们把它接到电容上，并且这个电容上的这一根线只和电机相连，这个呢就是启动绕阻。而红线呢是接到运行绕阻的，运行绕阻呢也是接到电容上，但是电容上的这一根线呢是和其他的线还有相连的，需要接定时器什么的。接好线之后呢，我们先给它试一下，看这个电机是不是运行正常。如果它不运行或者是不正常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更换下来，这样呢还比较方便。在试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这个刹车线给它往上提一下。在试机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把甩筒安装到这个电机上。在安装甩筒之前呢，把这个甩筒的轴和这个皮碗的孔加注一点润滑油，把筒安装到皮碗的孔中，完全是凭着一种感觉。当然熟了之后也是很快的。安装完甩筒之后，把连轴器的螺丝固定好，把线路整理好，把周边的螺丝上好，最后呢插上电，就可以让甩干电机带着甩筒进行第2次试机，看看它运行是否平稳，刹车是否顺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湿几件衣服，进一步查看一下电机的运行情况以及甩筒这边是不是漏水。如果在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维修就结束了。